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米，又为大家带来新游戏的视频了。这次我们做的游戏叫做《星露谷物语》啊。如果你看过小米之前的《星露谷物语》系列，应该知道我已经做过 1.4 版本的森林农场， 1.5 版本的100%全完成度的沙滩农场。现在我们来星露谷更新了 1.6 版本，我们来做全新的这个视频啊。这个 1.6 版本呢是在我们今天早上凌晨刚刚更新的，晚上下班回来我立刻就来给大家录制了啊。那这个系列呢，由于已经是我们的第3个系列视频了，我就一定给自己加点难度，加点挑战啊。所以呢，这个系列我们将挑战以下的几件事情啊。第一个呢，就是要在第1年完成所有的献祭啊，解锁江岛，并且在第1年挣到1000万的收入，能够买下黄金钟啊，这个难度拉满啊。然后呢，为了让这个难度再提高一点点呢，我们在第2个挑战内容就是我们要在混合献祭、混合矿洞的前提下来完成这个挑战啊，这样这个第1个挑战的难度就又高了一些了啊。这是我们的第2个挑战。第3个挑战呢，就是要在第2年的时候完成我们的星露谷物语的100%完成度啊，也就是在齐先生那里获得100%完成度的这个评价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挑战内容了。但是你如果觉得这样就完了的话，你就太小看我了。我们的封面叫做什么甘露谷物语，对吧？我们要把甘度拉满，怎么拉呢？拉的程度由这些个小伙伴们，由观众小伙伴们来决定。那如果这个期视频能够上热门哈，那我们就额外的加一个挑战啊，在第1年的时候，我们就解锁所有的 NPC 可交往 NPC 的时薪好感度啊。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光埋头挣钱，挣1000万不够啊，我们还得跟所有的 NPC 打好招呼啊，来处好感啊，这是第2个。那第2个附加条件就是，如果啊这一期视频就我们这个系列的第1期啊，在10天之内能够点赞过3万，那我们再加一条挑战啊，就是第1年解锁江岛之后啊，我们也不能在冬天的时候啊一门心思挣钱，我们要在江岛找到最少100个金核桃，这是附加的第2条挑战。那第3条呢，如果这一期视频啊30天内能够收藏数超过1万啊，那我们这个岛就去挑战星露谷物语的全成就啊。那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个全成就首先周家路线我们是不走的，所以这个周家的这个成就做不了。那除了周家这个成就以外，所有的成就啊，我们都在这一个档里去挑战。我们 1.6 版本更新之后，作者又额外加了9个啊这个成就内容啊。再加上什么一命通关大草原，之前我也没做啊，所以我这个档的挑战度还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但是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啊，请一定别忘了多3连支持啊，你们的支持是我爆肝的动力啊。那最后一条的挑战的这个内容就是，如果这个系列在完结的时候啊，我们整个系列累计的播放量能超过200万。我们就再额外的开一个星露谷物语的档啊。这一次呢，我们做的是一个纯净的原版档，也就是我们这个系列是一个无模组的，完全没有纯净档，这样可以方便那些在手机上啊，在 NS 上玩星露谷的小伙伴，可以跟我走完全一模一样的流程啊，只要你的版本更新了。那但是呢，如果有很多想看模组内容的小伙伴呢，如果这个系列完结的时候，整个系列的播放量能超过200万，我们就再开一个 mod 档啊，做这些大型的 SVE 的那些模组啊，说到做到，好吧？那这个废话啊，先说到这里啊。额外还有一件事啊，就是给那些给我充电的这个小伙伴啊，我一直以来就非常感谢大家的充电支持啊。那这一次呢，为了回馈啊充电的这些小伙伴，我额外给充电的小伙伴提供了一个福利啊，就是我在做这个星露谷的这个实况攻略的时候呢，自己写了一个在线文案、在线文档啊，里边是我的一些思考的一些精华的总结的内容啊。如果啊你是充电的小伙伴呢，之后我会发一个充电专属的动态，我会把这个文案的链接放在里边啊。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去看。但是星露谷呢，由于它有非常完善的这个百科系统啊，有 wiki 系统，而且是中文的，做得非常非常好啊，所以你其实完全不用这个文档的，你也完全没关系啊。所以这只是小米回馈给我充电的小伙伴的一种方式，而不是说是卖攻略什么的啊，大家不要误会啊。就这样说到这里啊，我们来开始创建啊。然后呢，这一次呢 1.6 版本更新了一个全新的农场啊，就是这个草原农场。这个农场呢，额外的给我们一种新的这个草啊，叫蓝色的草。这个草呢，
据说是可以让这个动物的好感度提得更快啊。然后并且呢，初始是有一个鸡舍，而且有2只鸡的，鸡舍的成本是4000块钱，那你如果再算上这个木头石头的话，大概成本5、6千块钱啊。然后1只鸡800块钱啊，所以这个就等于初始给我们了一大笔钱啊。所以这个草原农场其实比其他农场来说呢，在资金上它肯定是有优势的，但是草原农场的耕地面积并不是很大啊。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规划，喜欢种地，而且草原农场它相对来说比较碎啊，它有很多的这个池塘啊，你喜欢规划，你喜欢种地的话呢，你还是选其他的标准农场啊、四角农场都是比较不错的，都是我很喜欢玩的农场。但是 1.6 嘛，我们就用这个新农场了。然后呢 1.6 版本还更新了2个新的小猫猫，一个白猫，一个黑猫，还有2个小狗啊，一个灰狗，一个土狗啊。那由于我们家主子虾米啊是这个灰色的啊，是银渐层，所以我就选择这个银色的小猫猫了。捏脸我们一会儿回来再给大家看，我们先来设置一下这个种子啊。然后这边我们说了，我们是要混合献祭和混合矿洞的，一定要勾上，确保第1年可完成啊，否则我们这个就挑战就完成不了了啊。然后额外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个多人游戏设置啊，这次我们打开我们添一个联机小屋，什么用啊？一会儿再进游戏再跟说啊，就是在附近就可以啊。然后种子呢，由于1.6 版本之后改了这个尾随机啊，如果你要勾了这个，我们就还是用原来的1.5 版本的这个尾随机，这是给一些打极限啊，或者喜欢打一些这个好种子的一些小伙伴用的啊。那你如果没有这种需求，只是像我一样的这种正常的玩家的话啊，就建议你就可以不管它，就不用勾选就可以了。那需要注意的是呢 1.6 版本之后1.5 的这个种子啊，在不勾选这个的时候就都不能用了，那些所谓的神种啊都不能用了。勾选了会不会可以？我没试过啊，我就只是试了一下我之前玩的一个种子不勾的时候是跟原来一点都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次我们就拿今天的日期3月20号我们来作为一个种子的这样的一个初始啊。好的那我们来捏一下人。好的，捏人我们已经捏好了啊。然后名字小米米莎，农场的名字甘露谷农场。我最喜欢的东西就是大家的圆圆的硬币啦，所以你看到这里的话，别忘了给小米投一个币哦。然后我们的捏脸数据就是这个我这次选了一个蝎子辫的女孩子啊，然后穿了一个小裙子。衣服选错了，衣服要用我最喜欢的这个小黄鸭衣服啊，我们要用96号啊，这个衣服。好的，然后选上草原农场，我们跳过开场动画。这个我已经是个1400小时的老玩家了，所以很多的游戏中的一些原来的一些动画和剧情我可能会跳过啊，因为我们这个档主要是一个算是挑战档和回归档啊。如果你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呢，可以看小米的第1季的视频的内容，那里边剧情会比较全啊。然后一上来呢，这边给的不是15个防风草，而是15个干草啊，这是草原农场的特点啊，所以初始没有15个防风草了。然后 1.6 版本呢更新了这个动物的选项卡，我们可以看这个动物有没有抚摸过啊，然后还额外的加了一个特殊物品与能力。这前面的这一排其实就是我们之前钱包里的那些东西啊，挪到了这一行。然后原本钱包的这里呢解锁了一个额外的东西，这个东西我们到游戏后边再跟大家说。然后这里呢后边还有一些 1.6 版本特殊的，就是这些书籍啊，我们之后可以获得的之后再给大家说啊。然后我们来到选项页面，先来设置一下。首先一直显示工具目标位置，这样可以让我们的工具前面有一个红色的边框啊。然后呢就是显示高级打造信息，可以让我们看到每一个物品我们制作了多少个了啊。高级打造信息显示。然后呢声音大家跟自己需求去调节就好了。然后这个界面，由于我用的是这个 4K 屏分辨率，我的整个界面很大，你会觉得我的整个视野很大，这都是因为分辨率的原因啊。我们这里呢把这个界面给它调的大一点这样方便大家去看啊。就调到最大吧，150啊。然后但是呢我们的缩放等级要稍微的调一下，调到85%左右，这样可以让我们的视野更宽啊。但是呢相应的代价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小人显得比较小啊。那我们别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缩放键再改一下，我们把这个缩放键勾上啊，勾上之后呢这里就会有个钮，你可以随时的去调整你的这个缩放键。然后呢左键你的家具你就可以把它搬过来了。然后这个东西它有点占地方，我们就给它改一下位置啊。电视搁在这里啊。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明天的天气预报是固定的，第2天一定是晴天啊。算命占卜可以知道今天的运势啊，我们今天的运势是最差的骷髅运势。然后离地而居算是给新人玩家的一些小提示啊，新人玩家可以去看一看。床摆在这里呢是为了让我们晚上回来的时候这个离床更近啊，而不至于晕倒在床下啊，这样就很尴尬了。然后一出来呢我们先把外面的地方清理一下啊。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开始选的那个联机小屋啊。这里来说一下这个联机小屋有什么用啊？这里呢，联机小屋主要是从矿洞回来，就是从我们这条路回来的时候，这个联机小屋要比我们的家更近啊。这样，如果你时间卡得很死的时候啊，你就可以从这个联机小屋这里睡觉啊。联机小屋里呢，也会给我们这个新手礼包啊，也会有这个床和电视啊。那个家具都不能移动啊，然后那个礼包你也拿不了啊。当然你可以再开一个账号啊，你把它拿了也行啊。但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必要性啊。15个防风草可能会比较值啊，15个干草可能就没什么用啊。我也不去拿这个礼包啊，我用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睡觉。然后这个橡树先留下来别砍，我把这个区域给它清理出来啊。橡树留着别砍，然后我们把这个松树和这个枫树给砍一下，砍10下呢，这个树就倒了。树桩子先别砍啊，我们的目标呢是为了要木头啊。树桩子呢能给的这个觅食经验也更高，然后木头也更多，然后树墩子呢就没那么划算啊。我们第一天的体力比较珍贵啊，我们就优先砍这个树啊，不要这个砍这个树桩子啊。然后把上面的这个路给它清开啊。然后当我们打开背包的时候，时间是暂停的，所以你可能会发现我经常的把这个背包打开啊，就是为了跟大家说话，因为我是实况录制啊，边玩边录啊，不是后期配音，所以我要打开背包来这个整理思路跟大家说话啊，所以我会经常，你发现我会经常把这背包打开啊。然后进来呢要摸一下这两只啊，这个摸一下动物是可以加这个耕作经验的。我们的人物分为5大等级啊，这个经验都是到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来累积的。像采集等级就是主要靠我们砍树啊来获得的这个经验。摸一下是可以长一点点的，虽然我们在这里看不出来啊。然后每一次升级呢，现在游戏里是会有提示的了啊。然后啊，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玩家，你不是玩挑战啊，这个2只鸡还是建议留着，因为这个蓝色牧草的加成下呢，这个鸡第3天就可以产蛋啊。然后蛋你卖了也可以，你做成蛋黄酱也可以啊，但就是收入还是挺可观的啊，是挺不错的。但是由于我们是打一个挑战档，所以初始资金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而呢，你要想把这个东西做成蛋黄酱的话，你也是需要2级的耕作等级，而我们初始只给了15个防风草，而不是15个干草，而没有15个防风草啊，所以我们的耕作2级是很难升的。如果没有这个卖小鸡的钱啊，所以我们这里就选择把这个小鸡给卖掉了。这是因为打挑战档所以才卖掉的啊！你如果不打挑战档呢，还是建议你把它留下啊！你就可以把这500块钱先去买一点防风草，去把这个什么给解锁掉，去把这个2级耕作给它解锁掉，然后就可以去做蛋黄酱了。这个版本据说蛋黄酱是可以吃的啊。据说是可以。然后我们带着3个工具啊，大概在接近9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出门了。没有种子也啊，所以就什么也不用拿了，我们就出去啊。出去呢，主要是想去看看这一路上能不能找到一个远古斑点啊。远古斑点就是在地上的那种3个小蚯蚓的状态啊。这个东西呢，我们的无论是卖这个小鸡，还是找这个远古斑点，都是为了让我们去积累第1桶金。第1桶金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在第2天啊，游戏的第2天就可以换鱼竿啊。这个东西呢，对我们抢节奏是很重要的。然后可以给大家看看新版的日历啊。新版的日历呢，首先在这里有3天是隐藏的节日啊，但是这个隐藏节日其实在第1年想能过到其实是很难的啊，除非我们放弃草莓。除非我们放弃草莓啊，就是不种草莓了啊，否则想在第1年春天15、6、7号啊，15、16、17号就开沙漠巴士是非常难的，对钱的要求太高了啊。我这里考虑一下，犹豫一下，因为我不太知道这个节日的收益如何，因为今天早上刚更新的。如果这个节日收益非常高呢，我可能会考虑放弃草莓啊。这个复活节不买草莓种子，我们把钱留下来用来生这个沙漠啊，用来开这个沙漠矿车啊。就是沙漠巴士啊，这样我们就可以去赶上这个节日了。那如果收益并不是很高呢，我们这个节日可能要留到第2年再过啊。这是我的想法。然后这2个气球呢是会来书摊老板啊，每个月会有2天会来这个书摊老板，到时候遇到了我们再给大家说啊。然后我们卡着8、9点钟左右出门呢，主要是为了来给所有的 NPC 打一下招呼啊。
这里呢，如果你出来晚了一点也没关系啊，就是10点的时候，卡洛琳会进这个花房啊，进这个温室。如果你错过了也没关系啊，因为下午卡洛琳还会出去站在广场上跟其他的女孩子这个妇女聊天啊。这个卡洛琳是这个阿比盖尔的母亲啊。然后我们要来认识所有的 NPC， 目的也是为了抢节奏啊，拿到交朋友的这个任务啊。这个介绍啊，跟所有人打过招呼，可以给我们100块钱的资金奖励的，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认识一下啊。然后我们来买一下种子，首先补一下15个防风草种子，买一个青豆，一个花椰菜啊，土豆可以卡一卡啊。土豆因为我们是有可能在收获那个混合种子的时候拿到这个种下，有可能是土豆的啊。但是花椰菜就别赌了，因为花椰菜要12天才能长成啊。对我们来说影响太大了，所以花椰菜我们就直接买掉了。但是土豆还是可以赌一赌的啊，土豆是6天就能成熟啊，所以可以把这土豆钱给省下来啊。然后我们进到旁边的爷爷奶奶家里啊，跟爷爷奶奶打个招呼，再跟门口的亚历克斯啊也打一下招呼。然后垃圾桶路过就摸一下啊，摸的时候要注意啊，周围如果有 NPC 的话是会减好感度的。哎，好东西啊！周围要是有 NPC 的话，会减你的好感度啊。一会儿这个镇长就会从这个门里出来了啊。你要是想镇长已经出去了啊。镇长你也要想跟他说话，你也可以跟他说话啊。然后我们优先来沙滩，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找这个啊。哎呀，不是啊，不是，那很可惜啊。如果这个给了一个谷物的话呢，我们顺手就可以到博物馆给它捐赠掉，又可以多250块钱的启动资金。那不吃也没有办法啊。第一天呢，就是比较容易出谷物的或者出这个斑点的，就是沙滩啊。那没有也没关系啊，就是因为我们有2只鸡的缘故。如果是其他农场开局的话，我会建议最好有这250块钱，否则会很难受啊。然后我们来跟铁匠科林特打一个招呼，然后一定要记得啊，来跟他打招呼的时候呢，顺便在他的商店里买1颗铜啊。买1颗就够啊，75块钱啊，把这个小石吃掉了，太卡格子了啊。为什么要买这1颗铜呢？因为为了提前去解锁这个熔炉的配方。当你获得第1粒铜之后呢，你就可以解锁熔炉的配方了啊。这里为了不卡节奏啊，我这里就直接花这75块钱买掉了啊。然后呢，这个时间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山姆往前走了，然后海莉是从这个出来，莉亚是往这边走啊。山姆我们下面晚上的时候还能碰见他，所以不着急啊。我们可以跟莉亚先打一下招呼，然后我们去追海莉啊。海莉在我们前面，海莉呢是我们这一个系列想要攻略的这个伴侣啊。我们这个系列走一个女孩子和女孩子的爱情啊，这就是我未来媳妇了，漂亮吧？啊，这是在原版星露谷里的第1大美女啊，金发碧眼的大美女。哎，有混合种子啦，但是我现在有点占格子。因为有1粒铜的关系啊，有点占格子。这个山葵我就先不拿了啊，这个混合种子留下啊，对我们来说还是挺重要的。我们先来跟贾斯对一下话。哎呀，有点占格子，但是实在不行粘土，哎呦，实在不行觅食，我们再走一圈啊，有点难受呀，有点卡格子。没想到能捡到这么多东西，然后回来往这个乔迪这儿啊，跟乔迪这里对一下话。乔迪的小儿子文森特，乔迪的大儿子是我们之前错过的山姆，然后这个是乔迪啊。然后12点之后，我们的艾米丽就会从卧室里走出来了。哎呀，别翻了，翻了也捡不下啊。艾米丽从卧室里走出来了，否则你12点之前来的话，她会在这里边一直睡觉啊，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再来。一个 CD 就是一个精炼石英，可以扔在地上啊。这个东西扔在地上是不会消失的，明天再来捡是吧？不是明天再来捡啊像是这种啊，明天再来捡。然后上来跟这个哈维医生打个招呼啊，哈维医生，然后再往右走，你会发现阿比盖尔出去了啊。然后你有的时候可能可以看到卡洛琳直接就出来，如果没出来你就进去迎一下他啊，然后跟他说一下话。当然，如果这是你刚开始的时候他进温室了的话，如果没进温室，像我们已经跟大家打过招呼了就无所谓啊。这里跟大家说一下，或者是之后卡洛琳会站在这个广场上。这个黄水仙，黄水仙是要的啊。这边还有一朵，天呐，这个粘土我们先扔地上了啊。
手速啊，好，手速快一点啊。那如果再有别的东西咋办？再有别的东西可能就得扔混合种子了。扔在地上这种明天还可以捡啊，但是地上的觅食有可能会刷新掉的啊。然后这边跟马鲁打一下招呼。这一套走下来呢，最大的这里就是书商的这个书画的位置了，书商刷在这个地方啊。这一套走下来呢，最卡时间的一个点就是在3点10分左右的时候去跟这个塞巴斯蒂安对话啊。这个是最卡时间的，其他的都比较松快啊，你就是稍微错一点啊，慌一点啊都没关系的啊。然后我们这样走一圈呢，也可以最大程度的是看到有没有远古斑点啊，不要错过远古斑点。这里我们进来看一眼啊，有没有九葱，有没有远古斑点？没有啊，那我们就回来跟这个老德啊，他名字太长了记不住啊，我就管他叫老德啊。然后再进一下对话。罗宾我们是初始就认识的啊。然后再过来3点10分他就会出来去喝水啊，3点10分到3点半的时间他会走出来啊，否则你进不去他的卧室啊，你再晚你就只能等他晚上出去抽烟的时候再跟他说话了，所以最好能赶上这一波啊。那我们这里就赶上了，然后我们再回来，这边时间是刚刚好的，然后再走下来之后呢，我们可以下到这里，首先可以去那边看看还有没有更多的黄水仙啊，然后以及这边有没有远古斑点，都没有的话我们去超市啊，超市还有3个 NPC， 就是马鲁，不是马鲁啊，潘姆啊，就是潘妮的妈妈潘姆，然后是早上错过的 Sam 和这个谢恩啊，他们在超市里，这边我们就直接打招呼了。那你如果时间稍微晚一点呢，会遇到他们下班啊，反正也是大差不差，就在这个附近。然后艾利欧特是住在海滩的啊，住在海滩的艾利欧特是中午12点的时候会出门，然后如果你错过12点呢，也可以在下午的时候啊，他会站在河边的那个桥上发呆啊，就是收集灵感，不能叫发呆啊，他是一个作家，然后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回来啊，也就可以遇到他了。那如果你这一套走完没有什么太大的失误呢，跟他对完话呢，这个打招呼的任务就应该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我们可以看一眼。有名字的就是认识了，问号的就是还不认识啊，就只剩下一个威力啊，是明天会认识的，法师是不需要的，不在这个28个人之内的啊，所以这样我们就算是一天啊，走一下就认识了所有 NPC 啊，也基本上把所有能刷斑点、刷这个觅食的地方都看到了。这个上面还可以看一眼，看有没有小花花啊。这边刚才我没过来看啊，没有。那这里我们既然带了斧子，身上也有纤维的话，我们把这里的纤维收了，因为我们需要用混合种子。这个石头不要也不要了啊，我们把这个纤维收了。然后 1.6 版本啊，我想走的这个流派啊是榨矿流开局啊，茶苗加榨矿开局，然后之后转酿酒啊。你如果看了 1.6 的更新日志，你会知道茶苗和榨矿在这个版本里都有所削弱啊。首先茶苗是大削啊，基本上是砍的不剩啥了，不能作为主流了啊，只能作为一个天头啊。因为茶苗的售价从原本的500块钱变到了250块钱啊，所以它砍的是最狠的。这里呢，把这个黄水仙因为很好得啊，这个就直接卖掉了，加上这个蛤啊，这个直接就卖掉了。然后韭葱要稍微留一下，因为我们可能一会儿体力不够啊，需要韭葱来补我们的体力啊，韭葱得留着啊。然后这些种子拿出来，我们先把地给种了啊。然后我们来说啊，茶苗直接就砍废了啊。那其他的就是榨矿流也进行了大削弱，怎么削的呢？最主要的削法就是矮人那里卖的炸弹的价格提了非常的多啊。然后你可以看到我这个地的耕法啊，如果你是个老玩家，你就知道我这边是要用初级洒水器的，所以我才把这个地耕成了这个样子啊。就是初级洒水器是能浇水这4个格子啊。这个东西呢，你用过一次以后你就回不去了。初级洒水器真的非常的抢节奏啊，所以还是这个地方种错了，应该种这里会更好一点。本来想种这里，这个因为有藤有杆啊，会挡我们的行走啊。有这个初级洒水器能抢很多节奏。没有拿到土豆的种子啊，没有，应该是没有啊，应该是没有。这个是不是？这个好像是，这个好像跟其他长得不一样。这个应该是，这个是花椰菜啊，这个应该是土豆啊。那这样我们就齐活了啊，挺好的。你如果还是没有呢，你就再去多刷一些纤维啊，因为土豆就6天就能熟啊，所以肯定是够的。或者你之后再买都来得及。我们就前期特别的缺钱，每一块都得省下来啊，所以我才把小鸡给卖掉。
好，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砍树啊，再砍个50个木头啊，尽可能的把家附近的这个位置，给它清开啊。然后格子我们一会儿也要腾一下啊。然后这个农场它的这个地方没有水池啊，鸡舍旁边有一条河，然后就是下边的水池，下面水池有点远啊，反正这两个地方都不算很近吧。就是取水稍微有点不方便啊，这个地方它没给流水池。我们再砍几棵树啊，也是还是留树桩啊，因为我们第一天的体力真的太缺了啊。韭葱能留下尽量还是留下啊，留下可以做茶苗的。茶苗虽然大削了，但是蚊子腿儿也是肉呀。我们实在是太缺钱了啊，这个挑战难度还是很高的，太缺钱了，所以没办法啊。然后你第一天如果很幸运的话，是有可能找到铜的啊。如果你很幸运的找到了铜呢，你就可以不去买这一颗铜，能省下75块钱啊。哎呀，这是不是土豆啊？反正这土豆应该是有了。然后值得注意的是啊，如果你只种15个作物的话，是不会有乌鸦的。也就是说，你是只有15个防风草的话啊，是不会有乌鸦的。但是如果你种了超过15个作物，就有可能被乌鸦叼走啊，有可能被乌鸦叼走。一定要注意自己唯一的作物啊，这个防风草被叼走没关系，但是唯一的那些作物一旦被叼走了，血亏啊，血亏。我们那边是有这个啥的。有野山葵的啊，能稍微回一点体力啊，所以我们就什么都不带了，而且还可以去捡一下大葱啊。我们把这条路尽可能的清出来啊。这个蓝色的牧草呢，尽量留一留吧，但是我们要清出一条路，方便我们往下方走啊，所以尽量留一留，但是该那啥的也得那啥。哟哟，这下不去吗？啊，能啊，因为没有体力了啊，因为现在小蓝人的话会走得太慢。影响我们去捡觅食啊。然后晚上的时候，我们来这边收集觅食，虽然很黑啊，但是没办法，这个时候跟大家唠唠嗑啊。然后老观众都知道了，对吧？我的玩这个游戏的3大特点啊，干啊、虾、抠啊，3大特点。所以如果你看我漏了什么东西啊，你不要惊讶啊，虾是日常啊，这没办法，就是看不着呀。然后你如果发现我什么东西都不舍得用啊，也不要太生气啊，血压不要太高啊，因为这个特点真是特点特色，不得不品尝。本主播特色啊。所以呢，虽然我们这个流派吧，我们前期走的这个流派被削了，但是炸矿流仍然可以玩啊，因为炸矿流的另一大核心爆炸弹丸啊，目前没有提价格，应该不会改啊。这个作者一般是定了更新内容之后不会随便调整的啊。爆炸弹丸并没有那个调，但所以可以玩，但是爆炸弹丸要8级战斗才能解锁啊。所以这个算是大大的削弱了这个炸矿流的前期啊，而前期对于自动资金启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坦白说呢，我们的这个挑战啊，能不能完成？因为我这个 1.6 版本今天刚更新的，我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啊。我也不能说是100%一定肯定我就能完成啊，但是我们在奔着这个方向去啊。你如果是 1.5 版本没有削弱的时候，我铁定能完成啊，因为我已经私下做了很多功课去测试了啊。但是现在由于一是农场换了，二是这个种子啊也没有什么神种一说了啊，种子也没有特别的，三是哇1颗葱没有吧？这个葱这个葱还是挺重要的，我们是混合献祭啊，这边有一个蒲公英，混合献祭有可能是需要1颗葱的，1颗没有吗？啊，1颗没有，因为我们基本上很难有时间再回来捡葱啊。所以今天拿到1颗葱留下是最好的，1颗没有可还行。哎呀，那还得后边找一个时间去来补一下这个葱啊。当然，我们可以解锁献祭之后先看看，未必是一定要献祭葱的，就是混合献祭是从几个随机包里去抽啊，有概率抽到葱，也有概率不是啊。所以，但是1颗葱没有，也挺让我震惊的啊。我看我升级了吗？升级了啊，采集等级升级了。然后现在游戏版本升级了之后，左下角会有一行字啊，就是什么，你今晚要注意了啊，类似这个意思吧？那意思其实就告诉你有技能升级了啊。他写的很隐晦，但就是这个意思啊。我看看木头够不够，够了啊，够了。但是我们还有时间，我们可以再砍一点。我们去，就要收一下水库门，野山葵吃一个吧。
就多吃一个啊，这个也不多吃，这个留着可以那啥的，可以去和春季种子的。我这边灌一下水，然后把这边零散的东西啊，2点睡觉就行啊。然后说一下睡觉的这个事儿和体力的事儿啊。如果你今天没有升级的话啊，你12点之后睡觉，你第二天的体力就回的不满了。但如果你升级的话，你就可以甚至到2点，甚至小蓝人啊都没有关系啊，你都是可以的啊。当然小蓝人之后就不要再拼命干活了，再干几下就会原地晕倒，原地晕倒就不好了。哎，这样就都会把这个体力回满，这是你升级的前提下啊，记住了，一定得是升级才行，不升级是不可以的啊。然后呢，如果你今天没有升级啊，没有升级的话呢，会损失体力啊。你12点之后睡觉就会损失体力，2点睡觉损失的更多啊，这是这个体力损失啊。然后我们这就睡觉啊，第一天就结束了，我们解锁了一个1级，卖了100多块钱啊，采集1级。好，第二天醒来，我们来看一下天气预报啊。明天有雨是肯定的，前3天的天气是固定的，晴晴雨啊。然后第4天，哎呀，今天又是个霉运，然后由于我们买了铜，所以他会来给我们送这个熔炉的配方啊。今天我们就能解锁熔炉配方了。然后拿着水壶，我们先浇水啊。然后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长度啊，我基本上每一期会控制在1个小时到40多分钟左右啊，所以一期呢我们大概只能录星露谷左右2天左右的时间啊，但是后边呢随着我们的这个游戏进程加快，我会做一些大幅度的剪辑之后，这个天数就能上来了啊。这一点先说一下。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会把我每天要做的事情啊，会以这个文字的形式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方便大家去跟随我。如果你也想跟我一起去挑战的话，方便大家去跟随我去挑战啊，方便那些看不到这个文档的小伙伴啊。今天我就没带锄头啊，一是因为今天会很缺格子，二是因为这个时间点再解锁那个谷物啊，再去捐赠已经帮不了我们太多了，因为我们是想要今天去买这个鱼竿的啊，而买鱼竿呢，你基本上是没时间再在今天再走一趟博物馆的，所以就没有啥大用了，我就没带锄头啊。然后路上一定要捡一点东西啊！你无论是觅食也好呀，种子也好，垃圾桶也好，你一定要翻点东西出来，因为一会儿要给威力送一个礼物啊，送一个礼物，再加上跟所有的 NPC 打过招呼啊，就可以解锁我们的这个任务啊。剧情就不给大家看了啊。然后我们这边刚好有一个小种子啊，就送给他了。然后这个任务就更新了，就可以给我们额外的100块钱啊。然后把这个东西一放，我们就开始在这个海边钓鱼啊。海边钓鱼其实是不赚的啊。如果你不是为了第二天换鱼竿的话，这个时间点我推荐你去矿洞湖啊，就是我们挖矿的门口的那个湖那儿去钓鱼。因为什么呢？因为那儿的鱼的一是价格它不低啊，它有这个大嘴鲈鱼啊。二是它有这个最容易完美的鱼鲤鱼啊，而我们游戏的前期呢，想获得这个钓鱼的经验，想获得的多的话，完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啊。完美钓鱼呢，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经验的倍数乘以个2点几倍啊，就是能够 double 这个经验啊。然后如果你再加上宝箱，你完美钓鱼再加上一个宝箱的话呢，你这个经验还可以再乘啊。所以尽量的去追求完美钓鱼。什么样叫完美钓鱼呢？就是让你这个绿色的滑块一直跟这个鱼重叠在一起啊，不要跟这个鱼偏开啊，这个就叫做完美钓鱼了啊。然后这样能获得更多的经验。然后去矿洞湖呢，就比较容易完美啊。这个海边在我们初始钓鱼还没有等级的时候啊，这个滑块太短了，海边的鱼经常的抖动啊，就很难完美，所以对于升级是不利的啊。虽然海边也能钓到比较值钱的大比目鱼和比目鱼啊，但是大比目鱼是早上一段时间和下午晚上的时候一段时间，中间的时间是没有的啊。然后只能钓那个比目鱼，比目鱼上钩的概率没有大嘴鲈鱼高啊。然后海边的鱼呢，它也没有非常适合回体力的鱼啊，就是它的叫做什么体力价值比吧不高啊。海边最便宜的鱼呢是那个紫色的，应该叫做什么飞鱼还是提鱼啊？我忘了啊，飞鱼吧。
啊，就是那个紫色的那个小鱼，那个鱼是价值最低的。但即便是它呢，它的体力的这个价值比啊，我们体力价值比一般按什么来算？按我们的沙拉来算啊，沙拉是220块钱，能回113点的能量啊，和1块9啊1块9毛多啊一点的这个能量啊。所以你要跟它比，你只要跟它相近呢，就证明你这个东西啊，就比较值得留下来吃，而不是卖钱了。因为沙拉是一个回的性价比很高的一个东西啊。而这个我们的钓的那个叫什么？飞鱼的话呢，只有金星的和这个一星的两个才能有这个价值比啊。在我们初期钓的这种煤星的和银星的时候，它都是不值得的，没有这个价值啊。这个晶洞在铁匠那儿可以打开，有概率给谷物，也有的概率给矿物啊。昨天拿到会更好，昨天砸远古斑点也有可能给晶洞的啊。昨天给的话会更好啊，可惜没给。然后在海边钓鱼啊，我在这里选的这个位置也是有讲究的啊。首先，在海边钓鱼这个码头不要冲下钓，不要像威力一样冲下钓啊。钓鱼呢，你的上钩的这个鱼的品质啊，跟几件事情有关。一就是你的这个钓鱼的鱼票啊，伸下去的那个位置是不是深水区啊？这里提醒我们，这应该是钓鱼已经1级了。如果是深水区呢，它的这个鱼的品质会提高啊。那其次呢，就是看你是不是完美钓鱼。如果完美钓鱼呢，就有概率，它不是100%啊。像我们刚才应该是没有完美吧。反正有概率升星啊，完美的时候是有概率可以升你的这个鱼的品质的星级的。而在我们的这个海边的这个码头的这个位置呢，左右两边抛竿抛的这个更容易抛进深水区。如果你冲下边抛的，你看我现在就钓到了1星鱼啊，完美，这就升到了1星啊。哎，如果你冲下抛呢，你需要的钓鱼等级更高，你才能升到这个升到深水区啊。所以你在海边钓鱼呢，一定要往左右钓啊。或者就站在我们原来传统的认为的金星点啊这里钓。然后其次，我站在这里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因为我的这个屏幕一是分辨率比较高啊，我能看到很全局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比较方便我们去看是不是有这个水泡点啊。这水泡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啊。对于我们草原农场可能还好，因为我们初始卖了2只鸡，给了500块钱启动资金啊，所以即便没有谷物啊，即便今天钓鱼稍微拉一点啊，我们也能换得了鱼竿。但是你如果对于其他的农场的话，前2天拿到谷物以及有一个这个水泡，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否则的话很难在第2天换到鱼竿。我大概测试了13、14个档吧，我这边都是拿数字命名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留下来的这些数字就是我成功的啊，可以在第2天换到鱼竿的，没有的那些数字就是没成功，大概50%的概率吧，5开啊，反正是随机种子啊。那你如果想这个抢节奏的话，就建议用好种子呗。有很多之前这个大佬分享的神种啊，就可以用神种。但是 1.6 版本如果不开那个尾随机，好像种子失效了啊，我没去测啊。有兴趣小伙伴自己去测吧。我这里反正草原农场也不需要这个，也能钓上来啊，就无所谓了啊。有宝箱一定得拿宝箱啊。前期一个好宝箱，等减少你2天的努力。比如说钻石啊、1阶呀、大宝剑啊、这个财宝箱啊，哎呀，甚至是铜粒儿啊。其实我现在更想要的是铜粒儿，给个10个铜粒儿对我来说都非常的重要啊。为什么这么着急去买这个熔炉啊？煤多给点也不错啊，这都是很重要的。但我们今天运势不好，运势不好是会影响宝箱的数量的啊。今天运势又很差，所以这个东西你只能说是你尽量的去追求啊，你没办法说100%一样啊。钓上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真的是个很随机的东西啊。再去干这个，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我个人喜欢干的是喜欢就是细节的运营感啊。如果你看过我的动物迷城的那个系列视频，你会知道我会喜欢抠这个每1分钟都在干什么。去运营的这种感觉是我喜欢的，而不是喜欢 SL 存档啊，就是刷每一天。你说你去为了一个好档好的开局，你去天天去 SL， 你这今天钓鱼能钓上来的宝箱是啥？一直到 S 出来 L 出来好东西为止啊，那我觉得就有点没必要了啊。那个不是我干的方向啊，所以我们的干法呢是另一种运营的干法。哎呀，海边好难完美啊。基本完美不了啊，这个还是挺给力的啊。
这个水泡能够提高我们鱼上钩的速度4倍吧，我记得是4倍啊。所以在我们前期没换鱼竿之前，鱼竿为什么这么着急换啊？主要就是因为影响上钩速度，有鱼竿和没鱼竿一天能钓下来的鱼的数量完全不一样啊，差2倍不止啊，差2倍不止。所以有鱼竿的时候，这个上钩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哎，我们大比目鱼还是挺多的啊，这个在我以前就得非常开心了，现在就还好啊。我看到海滩上还有2个可以拾取的这个贝壳啊，一会儿都可以卖掉，用来换鱼竿。我快没有格子了啊，这个可以啊，这个水泡，尽量完美啊，尽量争取。哎呀，太难了，它抖的太厉害了，我格子实在是太小了，实在太小。然后我们一定要在今天在这个海边把这个钓鱼已经2级了，升到2级，升到2级才会解锁玻璃钓竿啊。在你只有钓鱼1级的时候，你连玻璃钓竿都解锁不了，都没有啊。哎，没有了，水泡没有了。来看这一竿是个什么啊？没有宝箱，能不能完美？哎呀，又差一点点，又差一点点，真难过啊。好，我们把这2个一减啊，然后去威力那儿。因为我们的初始资金比较高啊，所以可以先去威力那儿卖一卖。威力那儿是晚上5点下班啊，所以如果你初始资金不够呢，你就卡在4点40左右去找威力就可以了。今天宝箱的数量好少呀。我们把鱼看看怎么弄一下，这个鱼竿可以扔进去。好啊，把所有的鱼都拿着啊。它这儿只能卖鱼，别的也卖不了。然后全卖掉。沙丁鱼其实可以留一条，我刚才好像点快了啊，沙丁鱼可以留一条。我们先把其他的卖了，看看沙丁鱼剩多少啊？这2个比较好捡到，所以可以卖掉。如果是那个黑色的，我就建议留下来了。这2个刷新的概率比较高，尤其是这个，这个先卖了吧，1655。1655，我们先留一条啊。哎，刚好1800。然后可以看到这边熏鱼机啊，熏鱼机是什么东西？熏鱼机是我们1.6版本新加的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需要这些凝胶，凝胶是在不同的地方钓鱼有可能钓上来的。然后这个配方要1万块钱。这个版本呢，1.6版本其实对于这个钓鱼开局有了一个很大的加强，鱼的价值可以通过熏鱼的方式翻倍啊。但是熏鱼是要消耗1颗煤炭的，1颗煤炭的成本是150块钱啊。所以如果你的鱼的价值只要比150块钱高，就是值得熏的。而且呢，熏鱼是跟星级有关的，并且熏鱼是吃我们的工匠的啊，就是10级耕作的那个工匠等级，也就是可以靠着鱼的价值以及工匠的那个价值来让这个鱼卖的更贵的。所以我估计现在是可以开发一个只钓鱼的啊，只为了纯粹追求鱼的这样的一个流派或者是玩法了吧。这是这样的啊。然后鱼饵算是也是一个新东西啊，是专门钓上某一种鱼的概率会提高啊，这也是一个新东西啊。然后我们要买这个啊，买这个，没有多余的钱买鱼饵啊，这不太好啊。我们先买1颗啊，先买1颗，我们争取再钓2颗鱼，再买点鱼饵啊。初始最少要多少呢？30个左右鱼饵吧，30个左右，就有1颗鱼饵，没有体力了啊。没有体力了，再上来的鱼我可能还得吃一点。体力初始昨天没捡着大葱，有点差，体力也很吃紧啊。然后1.6版本改的内容非常的多，有一些我知道，有一些我不知道啊。这个一起在存档里，大家一起慢慢的去那啥，去发现啊。沙丁鱼没有鱼饵的这个甩竿不划算啊，它上竿的速度太慢了。这鱼竿本身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啊，差别都在鱼饵上。这3个竿上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的。这个沙丁鱼我就留下了啊，这个卖了吧。沙丁鱼是为了献祭啊，我怕之后献祭有的时候我会卡这个沙丁鱼啊，所以我就留下了。这里 Ctrl 加 Shift 按在一起按鼠标左键是一次买25个 ，Shift 加鼠标左键是一次买5个，单击左键是一次买1个啊，买了30多个鱼饵，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宝箱有概率出鱼饵的，那我们就走了。30个鱼饵差不多了，稍微少了一点，其实能再多一点会更好啊。
2点半，再钓2竿吧，钓到3点左右。海草可能得留一下，为什么？因为我们混合献祭是有可能，是有可能那啥的，是有可能会要献祭，鱼子酱和鱼子的，所以海草是为了做这个鱼塘用的啊，海草得留一下，要最少5个海草，还不能吃啊，初始的海草还不能吃，这个什么可能得吃掉，哎，这个可以吃啊。这是海边最能吃的一条鱼了，但是这样等于又没有额外的钱买鱼饵啊！再钓2竿啊，再钓2竿。所以你钓鱼技术高呢，你在海边钓也可以啊。但是反正大嘴鲈到晚上7点之后就没有了。但是这边不容易钓完美啊，这个是的确的。哎，有一个这个。可乐也改了，可乐现在可以加1速度，但只有20几秒啊，只有20几秒。我们这里把这个卖，右键摁一下就是卖1个啊，然后再买10几个鱼饵。哎呀，那这边有那啥呀？有水泡，肯定得在这边钓啊。我把东西再清掉，那么继续在这里钓吧。走不了了。可以看到我们有一点点加速啊，但只有21秒，没啥大用啊。它的回复的性价比还是太低了，就是前期钓到的可乐可以稍微的留一留，或者是不用全扔掉了啊。这起码21秒的加速也是加速嘛，还是蚊子再小也是肉啊。哎，这边有一个眉形的沙丁鱼，眉形的沙丁鱼可以优先的留下来。哎呀，没体力了呀。这就是在海边钓鱼比较尴尬的啊，没有体力了。这吃啥呀？只能吃海草了，难受呀！这初始的葱给的实在是太少了，给条小紫鱼呗。你现在给我价值高的鱼，我还难受。那只能吃它了。给啥吃啥了，我们现在就是在赚经验啊，钱都没咋赚啊，在赚经验。也没拿到凝胶啊，凝胶前期补体力是很不错的啊，那个凝胶的属性非常好，而且凝胶可以替代那什么的，可以替代鳟鱼汤的。我没买鳟鱼汤，我就是想要凝胶的。这个水泡不知道，我们得卡在那个谁下班之前啊，威力下班之前。小蓝人没关系，但是体力是有负数的，也就是我们不能反复砍小蓝人来减少这个体力消耗。就是它扣掉的负掉的那些是会记录在里边的啊。你吃的时候它只会补到正的那个位置，它不会再额外的补了。然后一杆大概是7.5的体力啊，这些细节。给点啥呀？给个铜。今天的这宝箱就给了2颗煤啊，果然运气很差。给个铜。10个鱼饵也不错，哎，4个煤啊，我们有4个煤了，10个鱼饵很好啊。哎呦，我这不行了，我得赶紧回去了。威力要下班了啊，赶紧。那这个水泡不知道它还有多久啊？快卡住。好，然后我们沙丁鱼留一个那个啥的，要不要买一个鱼汤呢？因为我现在的确体力也不够啊，买一个鱼汤吧。明天用来钓鲶鱼的其实是啊，买一个鱼汤，但是应该不会吃，然后我们把所有的箱子里的东西，哎呀，这边还有一颗，哎，卡住啊，卡住，还能再买10个鱼饵。这样基本明天的鱼饵差不太多啊。如果明天宝箱再出一点，这还在啊，我们也不在这儿了吧？哎呦，我们把箱子移一下位置。鼠标放在一个空格子上啊，然后用鼠标左键不停的怼，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它怼起来了，不需要用工具啊，也能给它怼起来，也不消耗体力哈。哎呀，我现在就剩5点。
那就鱼汤吃了，不，我再钓一竿，万一给条鱼呢？那海草只能吃。哦，这体力真的是啊！但凡多给2颗葱，我也不至于这么尴尬。有点贷款体力的感觉啊，透支体力贷款的感觉。但是这边有水泡啊，我们不确定去矿洞湖有水泡，所以只能留在这里了。然后就像我说的，7点之后再去矿洞湖，可能收益就不高了。但是今天我们还没跟卡洛琳打招呼啊，我们是要解锁茶苗的，所以今天跟卡洛琳打招呼也很重要。5点老皮家虽然关门了，但是屋子还是能进得去的。所以，哎呀，不待了啊，不待了，不待了。这里的这个食物回体力的下比实在是太低了，太缺体力了。我们不待了，走啊！我们还得去把这颗小花花送给卡洛琳。这蒲公英倒是可以给他吃。找一个格子啊。为了尽快解锁茶苗，茶苗的话，如果你不是遇到卡洛琳喜欢的礼物的猪车，基本上是2周啊，2周你基本上每周兑换5次吧，5到6次，然后送2个礼物，就送这个黄水仙啊，就能跟这个卡洛琳好感在第2周达到2星，然后遇到 NPC 这样怼着你的时候，你就跟他使劲的对冲啊，就可以快速的穿过他。然后给卡洛琳送一个礼物啊，这是这一周送的第1个啊，还要再送一个。然后星露谷走的是美国的这个星期计算法啊，每个星期是从周日开始啊，周日算一个星期的初始啊。这边还有小黄花，哎呦，还有一个啊，你可以看到我们昨天扔的石头、粘土的东西都还在这儿，扔在地上的你不退存档。你不退存档它就还在啊，但是如果比如说我们2天录完了之后，这个粘土可能会丢掉啊，石头不要了，不要个粘土。呀，这边有一个银星的小花花，应该送银星的会更好。前期格子真的非常的紧张。好，我们接下来呢，因为身上没有钱啊，这个游戏里你只有身上有钱，晚上你晕倒在外面才会扣你钱。你没钱就很光棍儿，哎，这有水泡，快！但这个水泡相对来说有那么一丢丢远啊，有那么一丢丢远。我们还是有体力的啊，我们可以看能不能抛到满杆啊，抛不到，抛不到呢。我们这里推荐站在这个桥的最下边这一格钓鱼啊，但是由于我已经抛出去了，所以这格就不那啥了。最下边那一格啊，这一看就是个鲤鱼啊，所以很容易完美啊，所以经验是比较好赚的。哎，这一格是比较容易扔到深水区的啊。然后箱子就摆在我现在这个位置，也不会被 NPC 踩掉啊，全是鲤鱼啊，已经没有大嘴鲈了。7点之后，大嘴鲈已经睡觉了。好，那剩下的时间呢，小米就做一下剪辑啊，我就都会在这里钓鱼，直到精疲力尽啊。我会在这边做一个加速处理啊，把这个钓鱼的过程都给大家看啊。然后如果有什么宝箱的话，然后就是这只鱼啊，这个鱼就是我们性价比最高的啊，这个可以吃掉的鱼啊，我们直接钓上来就吃掉了。然后呢，优先从高星级的吃啊，就是如果你不是只要不是时间快到了啊，优先吃这个1星的，1星的吃完吃金星，金星吃1星，就是如此往复啊。因为星级越高呢，它的这个价值和能量的这个比值越高啊，你这个越赚。哎呀，差一点没有完美啊！下面有个水泡，哎，我这个岛可以啊，这个水泡数量还是挺多的，但是升不进去啊，太短了。我们要在4级钓鱼的时候才能再长一格这个抛鱼线的这个长度啊，所以现在今天是铁定不可能的啊！这都是干瞪眼的水泡，这可还行，好轻易啊，好轻易啊！这格从哪儿甩都甩不到啊！我们甩出来的鱼线，在鱼线从我们的手上脱手，然后在它落地之前，我们是可以通过摁 WSAD 去改变它的一些落点的位置的。比如说，你看我这边明显的向上了，对吧？也可以向下啊。但是你无论再怎么样，你不可能再加远了，这个距离不够，实在是没有办法啊。哎呀，真难受。
刚才应该跟这个塞巴斯蒂安对个话的啊，遇见了就应该多聊天啊。万一咱要挑战实心呢，是吧？虽然感觉概率很低啊。哎呀，看看这宝箱给啥？哎呀，铁，我更想要铜啊！虽然铁的价值很高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做一下剪辑啊，稍回来给大家看看。哦，这是新东西啊，这个叫核凝胶啊，这个东西还是不错的。哎呦，海凝胶才加钓鱼等级啊，核凝胶不加，核凝胶加30的最大能量，海凝胶比较厉害一些。这个东西可以留着明天钓鱼的时候吃啊。所以刚才在海边钓鱼，如果能再钓上来几个海凝胶的话，就能省掉做一汤啊，省不少钱啊。这个凝胶是可以做我们后边的那个熏鱼器的，但是前期肯定是不留的，也可以下矿的时候吃啊。好，在抛最后一杆之前，我们要稍微的整理一下我们身上的东西了。首先，鳟鱼汤要带回去啊，然后一些献祭的或者是什么的鱼可以先不带，但是要卖的鱼我们先拿着。首先，大头鱼的价格很贵啊，但是大头鱼要献祭一条，要留一条啊。然后鲤鱼很便宜，但是可以先拿着啊，这些拿着，这些都可以用来回体力啊。这个银星的不太值得，金星和一星的都可以用来回体力。我想想我要不带着啊？明天在这个河边钓鱼啊，就是我们下一期视频在河边钓鱼是有小腿鲈鱼的，小腿鲈鱼也可以用来回体力，所以回体力的鱼可以暂时先不带。那我们要把这个矿物啊，尤其是煤一定要带回家。如果你有铜矿的话，铜矿也一定要带回家。然后呢，这个凝胶啊，用来回体力不错啊，我们带着。然后空一个格子啊，不用，我们现在是在那个啥，我不回去啊。那我们就空一个格子，再来一杆啊。如果你是往回走的话，空一个格子，以防路上要捡韭葱啊。记得要空一个格子啊。那我们现在就空一个格子给最后一杆啊。哎，完美，不错啊，不错。哎呀，那这个占格子了呀。那我们拿木头吧，拿10个木头，能不能再扔一杆？不能啊。锄头、镐子什么的能再挥一个，这个不能了，那我们就不吃了。那好的，本期视频到这里，时间也差不多了，这一期我们就先给大家录到这里啊。这一期过得非常的充实，也给大家说了很多的干货内容。如果你觉得视频有所帮助，觉得视频做的不错，别忘了给小李一个3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大家拜拜，拜拜喽。哦，我们解锁了4级钓鱼。哎呦，这个其实不是很容易的啊！这个3级钓鱼基本上是稳的，4级钓鱼还是挺难解锁的。我们有了一个高级鱼饵的制造配方啊，这个留到下一期再给大家说吧。拜拜，这回真的拜拜了。